带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台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张渊舰长黄征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关心到现在的国际议题哦。当然，很多人还是在看中国大陆跟日本哦这两方之间哦，现在不管是在外交或是在军事上面，有没有从这个目前的状态又在升级？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目前呢，其实是有升级的哦，而且哦，很多人认为有可能会一触即发。好，这件事情哦，就是中国战机有2度对日本的 F-15。雷达照射，好，那如果你对军事哦是比较关心，你就会知道雷达照射不得了啊。好，那日防长呢这边哦，小泉进次郎7日凌晨，由今天凌晨哦举行的临时记者会，有进行抗议。我们先听他怎么说。今回のレーダー照射は航空機の安全な飛行に必要な範囲を超える危険な行為であります。このような事案が発生したことは極めて遺憾であり、中国側には強く抗議し。再発防止を厳重に申し入れました。なお、自衛隊機及び隊員に被害はありません。詳細につきましては、この後事務方からブリーフィングをさせますので、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たいと思います。好，如果大家一直有在关心中日之间紧张的情绪的话，之前都属于外交战比较多，也就是外交跟外交的方式进行互呛。但这算是我这几次哦看到第一次这个小泉进次郎对于中方的态度比较强硬哦。好，这件事情我们来大家回溯一下哦。其实日媒有报道说，首次的雷达照射发生就在昨天6号的下午4点32分到4点35分左右，歼十5战机在冲绳本岛东南方的公海上。空，然后对自卫队 F-15的战机进行间歇性的雷达照射。好，在晚间的6点37分到7点08分，有另外一架的 F-15战斗机也遭到间歇性的雷达照射。好，这是中国军机有首次以雷达这个照射日本自卫队飞机的事件被公开。好，那雷达照射意味就是锁定目标，完成飞弹发射前的一个准备。所以刚刚我说的，如果您对军事是有关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高度挑衅的行为，而且可能使得风险哦是急剧升高。那这就是看谁要做第1级哦。那当然第1级下去就不得了了哈。好，日本哦说中国有多艘的军舰也正在穿越宫古海峡，说辽宁号在冲大东岛以西起降战机。我们来看哦，他说这个中国有多艘的军舰在5号、6号驶过了冲绳岛跟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包含了辽宁号航母。那辽宁号上面哦舰载战斗机跟直升机的起降。好，所以呢，现在看起来哦，这个中日的情绪确实正在升高当中。好，但是中国大陆的网友质疑说啊，这是不是又是日本惯用的倒打一耙手段哦？因为发现说，他们认为实情啊，其实是空自 F-15J 意图要侵扰这个辽宁舰在公海的演习区域哦，那是遭到了歼十5警告拦截驱离，所以就说这个中国大陆是质疑啦，你日本就在加戏哦，而且还不是第一次哦，因为在今年6月。日本说有一架来自山东舰的歼十5战机尾随正在这个太平洋公海上空哦执行侦察任务的日海自 P3C 哦，而且还异常靠近。但是哦，中国大陆这边称哦，实际情况其实是日方宣布这个侦察任务，那其实是在监视中国航母的动向。好，所以哦，现在这军事的冲突在升高当中，但是哦，中方一直认为都是日方自己在这个做一些戏哦，好像要把整个情势变成是中方的不对哦。现在这个情绪氛围又更重了。好，那我们看到解放军哦，它也有动作哦，从今天开始在黄海北部训练1周。那学者有一些讨论哦，那日本希望在这个距离台湾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中程导弹。专家就说，这些岛第1距离近，第2幅员小，第3是回旋空间有限，所以陆方可能会透过远程无人作战的行动，来轻易的抹平岛上的各种武器。那中方另一个优势就是他们有远程火箭炮，那在中国远、中、近火力侦察预警的打击面前哦，他们认为，你根本不堪一击啊，所以叫日本别动歪脑筋了啊。
那甚至他们也说，你日本的电磁炮也是不自量力啊。那因为日本议员现在喊很大声嘛，说啊，我们的电磁炮可以集成中国的航母。但是中国的军事专家哦，这是杜文龙，他说，其实日本正试验的是40毫米口径的电磁炮。这弹头哦只有300到320克，就像一个小火柴棍。好，在没有看到中国航母之前，日本装备这一支电磁炮的军舰哦，其实早就被中国海军给送下海底了。好，所以看得出来，从外交演变到一些军事的部分，那甚至现在在军事上面，双方也在叫嚣当中。好，那共军其实它在这个区域的结盟上面，最近走的最近的就是俄军因为他们接下来要举行第3次的反飞弹演习。好，那这是有了新进展嘛？而且说是在12月上旬，两军在俄国的境内就要举行这第3次的反飞弹演习，而且强调这次的联演不针对第三方。好，中方投入的是红旗19反导系统跟量子通讯技术，那俄方则是贡献 A235反导系统跟低温红外线感应技术，那要形成一个全天候的拦截网络，那硬实力跟软制约的完美组合。那中国外交部说愿同俄方继续的配合还有协调，那遏制日本的极右势力挑衅。但是日本高市呢，哇，现在真的是玩火玩不腻。他重提了一个想法就是俄罗斯占领的岛屿争端呐。大家知道北方四岛这个部分很多人都必须要面对，尤其是日本的新的领导人，因为这是被认为悬而未决的北方四岛问题。好，在领土上面很多人是希望能够取得实质的进展啊。那现在日本高市又提到这件事情那国际专家学者就说，这是高市寻求日本并吞俄罗斯领土俄罗斯没有理由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除了惹恼中国之外，现在高市又要惹恼俄罗斯吗？我们先问彬哥。其实会发生这种事件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中国大陆在那边做演习，那日本一定会派飞机去侦察嘛。那大陆现在的态度就是很简单，你敢过来，那我就把你驱离嘛，用威吓的方式，用各种手段把你驱离。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你说会发生这个雷达照射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其实也不会太令人意外。那只是问题是中日现在这个结局要怎么解？因为看起来如果按照这个事态持续发展下去，会越来越严重。那只要一下子一个擦枪走火，搞不好就变成一场大战。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个东西要出现，大家没有看到吗？你看中俄在一起举行演习，代表中俄是同一阵线，而且对日本呈现一个包围的态势。那美国呢？美日不是有安保吗？这个时候美国是不是应该要出面说一些话或做一些事？甚至美国不是很喜欢把航母派出来吗？这时候应该把航母派出来，可是没有啊！你看美国的航母跑到哪里去了？怎么没有在日本这边出现？所以我觉得，显然美方是不想太过度插手这件事，他希望日本自己赶快冷静下来，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可是以高市目前现在的状况，他不太可能会去道歉啊，收回他讲的话，所以这个僵局可能就会持续扩散。那会扩张到什么地步不知道，因为据说下礼拜可能中国大陆那边又有新一波对日本的相关的制裁要出现，有人说可能是稀土，那不晓得是不是。那这个情况演变下去，我真的是不知道，随时都有可能在这边爆发战争啊，或者这样的状况。那至于说双方各自在那边呛虾，比如说明治天皇的玄孙说，哎，那个航母我们一下就把你打掉了，然后这个大陆这边也呛虾，你的电磁炮我们随便就把你解决，你那个飞弹阵地我们随时要解决也不在话下。那这样子的互相放话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是你从实际的动作看出来，就是现在已经对日本造成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俄罗斯可不是小国，俄罗斯跟中国大陆联合演习，他们接下来可能会进行什么？又再度绕日本岛，他可能绕本州，又从津轻海峡那边又穿过去啊，干嘛的？再次对日本形成一个压力。那他走在公海上，你也拿他无可奈何。可是我觉得很妙的是，高市好像也不想让这件事情太过降温，因为正常的话，你应该持续低调。结果他第一个，他让小泉进次郎不断的对大陆呛虾。那第二个呢，他现在在这个时候要去跟俄罗斯讨北方四岛。对，这你怎么会认为俄罗斯会同意这件事情？
其实早在俄乌战争之前，本来俄罗斯跟日本的关系是还不差的。当时普丁本来有意说，那这样好了，我先把2个岛还你。结果俄乌战争一爆发，日本就开始跟美国站同一条线，然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所以普丁从那时候就开始就说，那既然你日本对我采取这种态度，那我就不可能还给你。他甚至已经改变了措施了，永远不会把这北方四岛还给日本。那在这种状况下，你现在在这个时候，你明知中俄在联手，然后还去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高市在某种角度看来，他想要让事情更扩大。那如果高市存在的是这种心，那恐怕未来就会更难解决。我觉得中日的冲突恐怕会进入下一个阶段。好，大钟教授怎么看这件事？对，我觉得短期内中日这种冲突应该都是骑虎难下没有这种解决的这个迹象看不出来因为其中有几个这个关键点就是在11月7号之后，他在11月10号高市早苗有一个补充的声明补充的讲法，看起来是低调，可是中国大陆不买单。那在11月26号的时候，不是还有这个高市对于这个日本在野党4个党魁在讨论这个事情当时他有等于是被这个立宪民主党的野田佳彦有特别讲，那高市当时讲法是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因为他有点是提到的台湾主权未定论讲到1951年的这个中日合约。虽然当时野田佳彦前首相的解读是高市早苗有点是实质上把11月7号的讲话撤回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本可能会行使集体自卫的权利，但是北京的诠释是完全截然不同。他认为说不但没有，而且又把台湾这个主权未定的这个议题又挑起来。那到了12月3号，其实在参院的这个讲法里面，其实高市早苗他基本上的讲法就是他有提到，也是一个议员跟他的对话议员跟他讲到说这个1972年的这个中日联合声明里面的一些讲法那高市基本上是附和，但是呢他说是这个尊重跟这个理解中方的讲法。那这个以中国大陆的解读来说，就是他要求说，那到底中日联合声明的内容是什么？你要不要重申一下、复述一下？但高市早苗并没有这样做，所以看起来再加上这几天的这个事件，看起来是往上走。那至于这个日本防卫大臣这个特别把这个日本的 F-15战机被锁定的雷达锁定的事情拿出来讲，那其实这应该也不是第一次我记得在2016年当时也是双方各说各话。当时日本是指控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苏凯30也是跟2架的这个 F-15有相互的这个类似的状况，只当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这2年其实有一些事件可能是军机非常的逼近等等有，还有去年日本曾经指控就是说中国大陆的侦察机有几乎是进入到日本的领空在长崎那边但是呢，老实说我印象所及，这几年这个军机相互包括雷达这个锁定非常接近，我觉得中国大陆跟加拿大之间还比较平常，中日之间还没那么平常。那意思是说我觉得这一次中国大陆现在除了这个政治外交上的施压之外，经济商业的手段慢慢往前升温，那现在已经到了比较多的一点军事的一些双方的做法。但我觉得现在观察的重点是川普了因为基本上高市早苗一定希望美国表态更明确一些，但是没有办法如他所愿。到目前为止，白宫国务院并没有正式，只有一个国务院的副发言人在他的这个社群媒体上把日本这个外务省的次官跟美国副国务卿的讲话简单的带了一下，这完全不符合日本的期待好，珍辉舰长怎么看？首先，我觉得这一次北京对这整个事情的操作，是让我觉得北京的战略高度是非常的手段是非常之高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发觉这个事情完毕之后，如果我们到正常的反应的话，你就想说，他说的是台湾的地位嘛，那北京可能就在讲，那台湾的地位应该属于我们的一直在讲台湾。可是你就发觉他跟川普讲的时候一讲就是讲日本要破坏2战以后的国际秩序。然后他跟联合国告的时候写的那个信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是战胜国，他是战败国，战败国居然要这样子，我们可以怎么样？你就发觉他把那个轴完全拉到2战。
那二战的时候哦，我最近特别查了一下，我越查我觉得日本人越可恶，你知道。二战是人类历史大概伤亡最惨重的一个战争，在这个里面呢，德国在最盛时期跟日本在最盛时期哦，德国占的土地是日本的4倍啊，德国占了这么大的土地，就日本全盛时期是它大概1/4，然后他们杀的人哦，总共的伤亡，德国造成的是8500万，日本大概是1亿，这个包含伤包含亡，这个数字是你去查一查你就知道，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完整的数，但大略是这样子。然后他杀死大概多少人呢？德国大概是4000多万，日本大概5000万，你就知道日本的杀哦是一个很残忍的。然后你再发觉说他们为什么要杀人？德国是因为民族的进化或者种族的进化，你就发觉他要屠那个犹太、吉普赛这2个死伤惨重，他要奴役斯拉夫人，好比说俄罗斯的、乌克兰的、波兰的，这是德国的。然后他对西欧的那些人基本上是政治的控制，这是德国的。你知道日本在干嘛？日本一直在全世界各地他占领的地方掠夺资源，讲穿了就是他们的军人是一个合法的强盗集团。那只要反抗他就杀，只要可能反抗也杀，如果反抗的很严厉他就杀得非常的严重。好比说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为什么那么残忍？因为他在围攻之前呢，南京做了很强烈的一个反抗，他有一些损失，所以只要他碰到的他就是杀无赦。他到后来对中国的态度是3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所以当这个东西你一旦说到这个时候，你知道日本比德国人还要恶劣透了。他在欺负这些所有他占领地方的人，就是抢东西。那你如果很乖顺，他会想办法把你变成皇民，变成他的人。除此之外就是杀。我最近听到好几个人跟我讲什么东西，我这样跟你讲，好比说有一个人说大陈岛的时候，当初日本人怎么弄啊？年轻人走过来捏你小腿肌肉，只要你肌肉结实，拉过去就是枪毙，因为他认为你受过训练是军人。这就是日本在他统治去做的事情。所以当北京把这个一拉回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你就发觉大家都会对这个感到非常愤怒。所以美国、英国、俄罗斯都回忆起这些事情，对他们都感到非常愤怒。好，曾辉舰长说的二战哦，其实是近代史哦，好，就在民国期间发生的，所以很多人哦对这件事情还是非常的不舒服。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来持续看到的就是中日之间的紧张态势。很多人认为说啊，这不是就是喊喊话而已吗？常常都只落在了外交喊话的境地哦。但是别小看对岸哦，因为对岸的招很多。我们看他面对川普的时候出了很多招，就知道还有很多王牌哦。好，最大的王牌是什么呢？很多人说啊，稀土啊哈。这个日企哦，最担心的就是他出这张稀土牌啦。现在日媒也惊爆说，确实哦，应该有可能要祭出了稀土牌哦，因为稀土哦是电动车产业用机器人等关键零组件的一个重要材料。那部分品项哦，甚至是全量的依赖中国，所以如果出口持续的延滞，就会对日本的制造业带来一个巨大的冲击。好，日本的政府人士说，稀土在内的重要矿物确实现在出现了一个这个手续延误的状态。那日本政府的高层认为，中国似乎就想利用稀土的问题来对日本施加压力。好，那日本的参议员山本太郎怎么说呢？他说，其实中国在2个月内停止供应价值约1.4兆日元的零件。好，那现在日本呢，也将有价值53兆日元的商品是无法生产，那相关供应链上面的企业跟劳工哦，就会面临破产跟失业。所以他也希望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哦，背离了日本的政府立场。那以及哦，现在高市变成了这个车力巨人，然后车力巨人就晋级巨人里头一个角色，那印上了包装封面。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
这个照片哦，就是大家印上的。好，那说中国厂商还把这个高适的图像变造之后，放到了食品包装上面来嘲讽哦。那其实哦，这个克迪食品哦是网络恶搞的品牌啦，网友是借此来制造各种搞怪或是讽刺的产品。好，但是哦，这个是对岸所做的哦，不是我们台湾这边。但是大家要注意哦，有一些东西不能乱来嘲讽，可能会被吃上官司。好，那川普现在是不是真的懒得理日本啊？我们看到了全球化智库副主任高志凯有说，如果日本重新武装哦，再来搞新的法西斯哦，美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再打美国，再发动世界大战。所以美国应该就要跟中国等国一起来联手制止日本的新法西斯的势力。好，那前东京都的知事哦，也一再的批高市政府，说要赶紧撤回涉台言论，说川普不会为日本出手的。那外媒有曝光说，中日争议的川普政府曾经承诺要力挺日本，但是只发了一个贴文哦，让东京很挫败。好，这是《金融时报》所报道说，川普政府一度是应日方的要求，说我们要发一个强而有力的声明来公开表态，来力挺东京。就最后只换来了美国国务院的一则社群贴文来声援，所以日本等了一个寂寞白宫也保持沉默，所以等不到那个人呐好，那日媒这个周刊文春也爆料说，有知情人士透露，其实川普在通话当中的措辞相当的辛辣，而且还疑似说出了不要插手台湾问题等言论。好，不过日本的官方随后又出面了驳斥这个报道，说描述并不符合事实。好，所以大家就担心啊，如果现在真的要面临一个世界大战的话，到底美国会怎么样处理呢？最担心就是他直接放生因为我们看到了川普是属于一个比较交易型的政治人物从他的商业起家嘛，好到现在在政治上面屡屡都在大交易当中。好，所以有川普的交易型外交也令日本、韩国感到蛮忧虑的。那因为日韩越来越担心川普对乌克兰跟中国的做法，那就是他整体交易型外交政策的一部分。那最终可能会破坏东北亚长期存在的联盟结构。川普呢是站在俄罗斯这边，又试图要缓和跟习近平的关系，所以外界担忧美国对乌克兰做的事情也可能会在台湾发生。好，所以这标题应该要改成令日本、韩国、台湾都感到相当的忧虑。好，那新版的美国国安战略就只字未提朝鲜。好，这有什么猫腻呢？我们来看分析这韩媒他自己也注意到了这件事情说他一次都没有提到北韩，就引发了朝鲜在美国外交跟安全优先级当中是不是相对靠后的一个解读？那分析认为这或许跟川普多次的表达想跟金正恩对话的意愿是有关联性的。所以为了要有机会跟金正恩见面，所以在这个国安战略上面，就先不要提到朝鲜好了。所以川普的NSS 报告也呼吁日本跟韩国要提高军费来抵御中国的威胁。但是很多人说，那是不是开战就日韩你自己要加油？那就会变成是日韩当然就比较紧张啊。好，这印太前沿在抗中。那美军的无人舰也将全面的接入 C2 全球直管网。好，那这个部分有人就觉得说，这是不是代表未来美国就只派无人舰艇支援印太作战，而不投入实际的兵力？所以种种看起来美国现在喊的很多，但是如果真的东亚发生战争的话，是不是美国这边就收手？反正不关我的事情，大家最怕这样子好，那国防，美国的战争部长、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则是有强调美国优先的国防这个战略。他是在雷根国防论坛上面来发表谈话，抨击了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外交政策，而且宣布了一个新的军事重点要放在西半球。那这个演讲对中国军事的问题采取是比较温和的立场，几乎完全忽略了俄罗斯。那他是讲到无意扼杀中国的成长，改变台湾的现状。好，我们还是回到一开始就是我说的这个中国大陆现在已经不是以前中国大陆了，它在每一件事情上面看起来都是一个长距离的战略，尤其它的牌一张一张的出。我们先问彬哥。其实稀土本来就是中国大陆手上一个非常强力的武器，它就是用这个东西迫使美国必须要放缓对它的关税攻势，所以它对日本会使出这张牌也理所当然。
只是他可能死的方式就是不是这种敲锣打鼓式的，我直接限制你的稀土，而是呢，就是我继续审，我慢慢审，但什么时候会审过，就看你日本人态度怎么样。其实他之前就已经用过这一招了，他之前就是他也没有说我全面管制稀土出口没有，但是呢，第一个军事的我不能给你，那第二个就是其他的我没有说不给，但是我慢慢审核，那审核什么时候会过我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可能就采取这样一个渐进式的方式，因为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只要双方，比如说关系出现其他的变化，可以缓和了，我就到了审批快一点就过了，就好像我根本没做过这件事情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空间是拿捏的相当灵活的，那就要看日本怎么去应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大概是必然会发生的，也就是日本的稀土取得上一定会面临某一些障碍，那日本的产业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恐怕就是一个大麻烦。那当然，你说网络上有一些人做一些什么东西去嘲笑啊什么，这是难免的一个事情。日本也有，大陆也有，其实都会了，这个很正常，这种不需要去理它。可是我觉得你要说服美国说日本军国主义再起会变成法西斯，会攻击美国，我觉得这有点天方夜谭了。因为日本根本就是一个被美国控制的国家，美国在日本的驻军那么多，基地这么多，日本到底要怎么样去反过来攻击美国，这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日本基本上就是被美国控制的，所以我觉得要拿这一点去说服川普，恐怕是不容易了。我觉得川普不会去相信这些东西。但反过来说，也因为美军在这边驻军这么多，那川普其实会不会担心日本遭受攻击？因为日本遭受攻击可能会把美军也卷进去，对，所以川普当然不希望美国遭遇冲突，所以日本遭遇冲突，所以呢，他就采取一种冷处理的方式，我也不会很明显的跟你站队，那你自己要赶快想办法搞定，反正你的最高目标就是不要让我卷入战争就对。所以我觉得目前川普采取的是这样一个态度，那就要看高市他到底想要走到什么地步。可是我刚刚说了，就是高市目前看起来并没有很想立即跟中国大陆缓和情势的状况，因为他在某一些做事的方式还是非常高调，那这个恐怕才会真正影响到美国的利益。那美国从他公布的这个战略报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国现在在走新一代的门罗主义，他现在只在乎西半球，也就是那是美国的利益根本的地方。那其他的地方他不是不在乎，他还是要控制。可是呢，钱是你们要出，你们这些包括欧盟也好，包括这个日本、韩国、台湾也好，你们各自要出各自的钱。我美国不会再为你们出钱，那我也不见得一定要保护你，只要没有干涉到我最根本的利益的话，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件事。那川普一直念之在之，最近他拿到一个和平奖，当然是足球颁给他的和平奖。可是我觉得他明年还是想拿诺贝尔和平奖，所以他很在乎什么？第一个，他跟习近平是不是能够见面？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他4月要去访华的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被打断。第二个呢，他一直不排除还要再跟金正恩见面。我觉得这是他的想法。他认为，如果他有办法去缓和南北韩之间的情势的话，搞不好另外一座诺贝尔和平奖就来了，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川普的目标，他会往这个方向去做的。但是他会不会把台湾或是日韩当作交易？我觉得不是不可能。对川普来讲，他哪有什么不可以交易的东西？你看，我一直在讲，他这次派去俄罗斯谈判的代表，居然一个是他最好的朋友，另外一个是他女婿，这很明显的，他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美国利益之前，他要先谈好他们川普家族的利益，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情势对台湾是非常严峻的。可是我不懂的是，台湾居然有很多人对这个的解读，居然是对台湾有利，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解读。好，我自己的解读就是，如果政治人物他是追求历史定位的话，哇，整个局面就会很偏向他自己，而不是对于整个国家的政策是往正确方向走。好，这是我自己的解读。大荣教授，对，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哈，就是有人特别统计啊，在新一版的这个美国安全战略里面，真的是没有提到北韩一个字，这的确很特别哈，因为有人统计。川普1.0的时候，2017年当时的这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他提了北韩17次，而且立场非常强硬。但是谁也没想到说，2018年居然就破冰了，川普跟金正恩就开始见面，在新加坡。那在拜登的版本里面，是在202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至少你也提了3次，但很少像这样美国的这个完全不提。
所以的确有不同的揣测。很多人说，也许川普真的还想再跟金正恩碰面，但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北韩都是给浇冷水，但不排除未来还是有机会。那第二点是赫格塞斯国防部长这一次是在加州的这个雷根论坛里面发表演说，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刚刚讲 NSS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最上位的报告出来了，其实大家也在等什么国防报告国防战略报告 NDS。那其实赫格塞斯基本上已经有在透露剧情了，而且很符合之前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定的这个版本，还有里面主要的立场。第一个就是刚刚讲到，最重视的是西太平西半球和美国本土的安全，这里面赫格塞斯在讲反毒啦、边界安全等等等等。那第二个是呢，提到中国是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他说美国要用实力去嚇阻，而并不是要去对抗或是要支配中国大陆，主要是我们是要保护我们的盟邦。那它里面提的很多都是跟经济有关，就是说我们要跟中国大陆建立的是比较经济平等的关系，它里面重视是这个，而且还特别补了一次，就是说这个台海的现状不要被打破。那第三就是盟邦的分担，那这里面特别点名是乖乖牌模范生，被美国现在被视为模范生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德国、波兰还有波罗的海国家。那最后一个其实就是国防工业。那其实最有趣的地方是赫格塞斯里面他特别讲我们跟中国大陆关系，他自己讲他用字遣词会比较中庸，在新版的国防这个战略报告里面，也特别提到说美国的军方要跟解放军进行很多的军事沟通跟军事上的对话。那这一点其实是代表说未来要公布的国防战略报告是服膺于美国最上位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确定的，就是他服膺川普，美国目前是用一个步伐在走路，这是最关键的。好，我们接着问曾辉舰长。其实我刚刚听到说这个日本抱怨说川普说曾经力挺我们日本的，结果后来却没有力挺。我听到这个，我觉得是完全符合我心里的这个猜测，因为一开始这个高市早苗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当时的第一个联想，我现在告诉你，我当时第一个联想就是这背后是不是川普的受益？为什么川普会受益啊？因为川普推动这个关税大战，你可以发现他跟全世界几乎都是无往不利，秋风扫落叶，直到碰到这个中国大陆。你有没有看到他在习近平跟在韩国谈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人在川普面前都是极尽的能力讨好川普，哎呀，取悦他啊！你看那个高市早苗跳上蹦下的，绕着他打转啊什么的，你有没有发现习近平出现的时候刚好完全相反，然后他们两个坐在对面，那个川普还拿一个东西扔，然后逗着习近平一笑，就你会发觉，怎么变成川普你在逗他？那川普这个人心里会不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这个样子？你凭什么？你知道川普这种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哦？他今天坐在这个桌子上吃饭哦，任何人都不准批评菜不好，可是大家觉得他很可恶，赶他走，他会把桌子给掀掉。也就是当他是老大的时候，他就希望这里是非常稳定的；当他发觉他不是的时候，他会把这整个地区给他打烂。举个例子，他现在觉得说他跟中国碰撞，他觉得他对北京习近平是没办法的，他会怎么样？你以为他就会认输啊？他会把你东北亚整个给你搞得一团乱。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从那个釜山之后的第一个就是韩国提出要核子潜舰，接着日本也要，接着高市早苗啊，都这么巧啊，都在这个时间点他们通通提出来，那背后是不是就是川普的一个受益？就是我让你觉得，让你北京，你别以为你是老大，这里只要我搅和一下，大家都会非常的对你们这个找的天翻地覆。所以最后习近平可能还调过来求我说，能不能帮我们去控制一下这个高市早苗？大家去想想看，有没有可能这事？只不过到最后，北京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不太跟你讲台湾，他把叙事一下子拉到了二战，结果谁敢支持二战后日本的这个破坏这个国际秩序啊？结果后来川普才说了，才没有继续支持下去。好，所以这是不是阿川的阴谋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好，欢
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作恒，来欢迎这一节要参与我们讨论的来宾。首先是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杨老师，做很好，各位朋友好。退役少将厉建杰，做得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资深两岸媒体人徐和谦，大家好，徐和谦。好，我们来看哦，现在大家当然很担心，就是中日关系是不是真的就要一触即发了呢？为什么会这样想哦？我们来看最新呢，是日方指控辽宁舰的歼152度呢有雷达直接就照射在自卫队战机这边。好，时间点是在12月6号的下午4点32分到4点35分，他们首先发现，在冲绳本岛东南公海上空呢，辽宁舰起飞之后呢，歼15是对着自卫队 F-15机进行间歇性的雷达照射。那同样呢，稍晚一点哦，在6点37分到7点08分的时候，也有另一架从辽宁舰起飞的歼15，也对自卫队 F-15来再次进行雷达照射。日本就在半夜的时候提出了紧急抗议，日本防卫大臣就提到说，这已经是超出安全飞行必要范围的危险行为，深表遗憾，同时对中国大陆提出强烈的抗议。不过我们来看哦，解放军呢，辽宁舰是大概在5号的时候，其实确实在东海就有被发现。那么随后呢，也和3艘导弹驱逐舰呢一同驶向太平洋，而同时呢，舰载机也在冲绳县的冲绳岛以西270公里处的海域起降了。那日本自卫队对于这样的行动，他们说有进行监视，同时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斗机也紧急升空应对。不过陆方说这是合法合规的，要求日本不要再做政治炒作。那也确实在百度的热搜上呢，我们就看到很多像说什么高市荒谬冲击中日关系日方滋扰辽宁舰等等的，还有就说日本飞机呢也多次滋扰中国海军训练这样的搜寻字呢都登上了热搜的排行榜。不过当然现在面对中日的情况是不是陆方也做好准备了呢？我们看到最新的解放军是很罕见的公开了潜艇集群和导弹垂直下杀这样的画面好，你看我们画面上呢，就是解放军他们释出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击中靶船的画面。这个是过去我们比较少会看到直接就这样来公布的，所以呢，外界就解读了这个是呢解放军想要展示海军水下力量，同时也是剑指说美日过度干涉台海。那日本呢，在西南方现在呢就被说，尽管他们有很多个岛屿在进行武器的部署仓库的部署等等的，但是中国呢，对于远中近火力的侦察预警打击面前呢，这些准备都还是不堪一击的。这是呢军事评论员杜文龙他的说法。那同时呢，他也提到说，日本现在呢正在试验40毫米口径的电磁炮。那和其他国家相比呢，这个他形容叫做小火柴棍一根他说40毫米呢那么小弹药呢也只有300克到320克所以呢，解放军的这个航母纵队防御纵深至少就可以来到550公里，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比得上。如果你要凭借这种50公里的电子炮打航母，根本就是无稽之谈。那央视呢也有新闻就提到说，日本电磁炮不要自不量力因为呢日本在与那国岛挖一丘土，他们都可以清楚的看见清楚的被发现，然后还有这样搭配这个照片不过我看到日方这边呢，高市也是动作频频现在就竟然传出说，这个川普呢在高市的辛辣言辞他所谓这个台湾有事论之后呢，那川普呢也有对此来做回应要他不要插手。不过日本外相呢，他对于媒体在询问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是多次的说我没有听清楚，并没有正面的评论。那中国大陆的学者呢，现在就提到说，高市现在还要谋建日版的 CIA 军情局。那为什么他就认为说这是在操弄安保？因为他就说呢，高市想要仿效CIA 的模式，就是要塑造他是一个安保强人的形象，来让他的支持度更加提升，尤其是右翼派对他的这个支持度会更高。可是呢，这样的操弄安保、突破这个防卫呢，他认为这已经是想要复辟军国主义了。好，另外呢，也有这个解放军报就提到说，日本的军备扩张正在加速推进，那日本的防卫支出已经来到了北约国家的军费标准了。不过呢，现
在日本方面呢，也有这个政府人士透露说，目前他们比较担心是什么？接下来可能会受到中国的制裁，还包含了像是稀土在内的重要矿物出口许可，这个未来可能会有一些延迟。不过目前呢，还没有办法明确的判断说，这是不是因为中国方面想要威吓而延宕。好，我们先请教杨老师怎么看现在中日的擦枪走火？这个事情昨天下午4点、6点2次双方的飞机接近，歼15对上 F-15，那歼15这边呢2次都用搜索雷达去做照射，间歇性的照射。那日本这边就觉得说，这个是一个比较危险或者是不专业他讲不专业或不安全。那到晚上2点，日本的防卫大臣，也就是这个小泉进次郎，就开记者会。晚上2点钟开记者会这个其实马上造成一个国际新闻事件。那大陆这边呢，在今天早上也由海军的发言人、大校级的发言人来回应，那这个是你们太接近，我们给你的这个就是说一个警告所以双方在这个区域其实蛮紧绷的，因为高市发言的这个事情，所以大陆在东海、南海大概加起来，东海、黄海这边大概有90到100艘左右的这个作战船所以日本这边当然也就提高它的这个警备。我觉得大陆这边3个因素了第一个，我觉得大陆所说的太过于接近，影响到它的起降跟训练，这一定是事实。日本这边一定刻意淡化这个说法，因为现在双方都有点紧绷，所以你过于接近，其实反而是危险。然后用雷达间歇性的在警告你，而不是火控雷达，而是一个搜寻的，就告诉你不要过于接近。其实从一个军事的角度而言，大陆这边反而是提醒。但我觉得第二个因素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对高市发言到现在都还不做任何的处理，也不做撤回。那也许他们觉得好像事情就过了，没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讯息。第3个原因也当然是因为前一天美国公布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而这里面呢错综复杂了，我们等一下会有一节讨论。但是里面有一节提到要求日本、韩国要增加军费，尤其日本要负担起包含台湾在内的第一岛链的这个安全，不得了要日本做副警长第一岛链自救所以呢，当然大陆这边对这个东西再加上这个高市的这个发言，所以呢，他也就采取这样一个动作。我觉得也有这个因素考量，这个不是单纯的一个战区的指挥官的决定，这一定可能来自于更高层。日本这边呢，我觉得大陆这边也要了解到，日本这边掌握他的国内的舆情、国际的新闻、国际的外交，其实也很快速。而往往你看现在我刚刚看了一下国际媒体的报道，通通大概都是报道日方的这个说法。那是有中国大陆的这边的媒体，可是呢，往往都刻意要去搜寻一下。反而在日文的媒体当中，大陆这边新出来的新闻，他们也有这个提到但是呢，日本内部现在已经有一点舆情哗然，当然都是比较保守派、右翼的这些支持。所以在这个事件上，小泉进次郎2点钟开记者会，你觉得高市有没有同意？当然同意了。所以他也操作这个议题，然后呢，去表达对这个事情，是中方的这个危险不够专业、不安全，那造成就是这个紧绷的这个状态。事后如果发生什么，之后如果再发生什么这个擦撞或冲突，那一定是中国大陆这边的责任。这个在国际媒体内部舆论上面的这个操作日本一直都如此。还记不记得以前日本有一艘驱逐舰叫梁越号，那跑到大陆的浙江外海，然后呢去观察演习，跟这个现在一样，结果呢就跑到人家领海里面去，进去几十分钟才出来。那日本方面完全没有报道，大陆方面呢也不把它变成一个国际新闻的事件。然后呢，大陆的回应就是后来到日本的九州外海的这个岛屿中间去绕巡，然后呢进入到他们的领空范围之内。那日本就把它变成一个很大的事件。所以我觉得在现在你不只是在国际的军事上，你也是在外交上，你也是在新闻的舆论上。这个当然有人会说
啊，哪需要跟他打舆论战？反正到时候这个绝对的实力就表示这个绝对的这个主导，我要这个绝对的实力要时间去展现。对，而且绝对的实力其实是有多层面的战略、外交、宣传。好，有的时候话语权，你要崛起成为一个国际的主导、一个区域的主导的大国的时候，在话语权跟国际舆论上啊，其实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因此，在这个事件上呢，显现出什么？我觉得日本现在很清楚，在高市发言上面，他不会退让，不然他不会2点钟为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其实你日方没有责任吗？你自己起飞起来这么靠近，那造成很可能的误判哦。讲句实在话，人家在做演习，而且在这个公海的这个上空，你跑得那么去接近，那虽然还在目视的距离之外，可是这样的一个范围，在雷达的这个范围就已经是彼此会有一点紧张了。你这么接近，你当然是谁造成可能的误判？所以这个时候啊，我把这个整个情况分析给大家了解。日方啊，可能还是坚持他们的就是高市发言呢，还是会持续。同时呢，他们也看到了美国的这个战略报告，所以呢，也有一点在呼应这个东西。但我希望这个大陆这边呢，要可能让日方更了解，你中日之间的这个军力比较，或在这个高市发言的议题上面，其实高市一直都是他在自己本身都做修正，不断的退回原点，也就表示说你自己知道你理亏，否则你何必修正？那既然你知道你理亏，你就应该其实做一个撤回，因为对方的要求嘛，现在都出现到这种可能军事上的紧张了。我希望高市政府能够更谨慎。但讲到军事的紧张哦，这陆方是准备好了吗？因为我看到释出这样很难得会看到的这样的画面，十分罕见哦。来，李承铉。不但准备好了，而且准备开战。这个昨天这场动作，如果就军方来看的话，双方开战只是一步之遥。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前一阵子我们都知道，日本一直在叫嚣哈，从这个马毛岛、这个奄美大岛、宫古，然后到这个石垣岛、与那国岛，要在这边部署它的124对舰导弹，还有034的对空导弹哈。大家去看地图就知道，如果这一串部署下来的话，完全就是要封锁宫古海峡第一岛链就要封锁住。那我们知道解放军每次这个要到西太平洋去做演练来讲的话，航母战斗群都一定从宫古海峡穿过去。那这次来讲，既然你要在这边叫嚣要在这边部署对舰导弹，那我的辽宁号就从这边给你穿过去，看你敢怎么样。我想整个结果这样，因为这个歼15战机很明显的就是辽宁号的战机所以说是辽宁号起飞的战机跟日本的 F-15在空中做一个交手跟对抗。那我们再看一下，刚才前面讲的杜文龙讲的这句话就是航母战斗群它一定有一个安全范围，这是在全世界所有军事大家都知道，说你不要靠近它，你靠近它，它为了维护自己安全，那我怎么知道你来有没有敌意？如果你在我这边丢了一颗对舰导弹的话那我航母战斗群万一被攻击到一下，那损失是很严重的。所以大家都有默契，那它航母战斗群经过的时候，你不要去靠近它，你如果不要做无谓的挑衅，因为它如果无害通过，你去挑衅它，你接近它，它一定会对你做阻止、做阻挡。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经过是这样，就是因为日本叫嚣要在这边布置对舰导弹，那这个中国海军来讲的话，他就用辽宁号从宫古海峡给你穿过去，现在就穿过去，在穿过去的过程之中，日本来讲当然就派他的 F-15战机起飞来做监控，那这个舰载机马上因为你接近我航母战斗群，对我来讲造成威胁，我马上要起飞。对你这个用照明雷达来告诉你说，你如果说再接近我照明雷达马上就换成火控雷达，然后双方可能如果你再接近，我可能就开火了，因为这已经是生死一瞬间那先下手为强，如果后下手就遭殃。所以幸好我相信这最后就是日本退回去了。我想日本大概不敢继续再往前面飞，然后他退回去只能去告洋状就开记者会告洋状说中国用照明雷达照他。那我们再看另外第二个，我们看第二段这边解放军用的是这个，它这是潜射型的对舰导弹。对，我们都认为潜艇来讲的话，打的是鱼雷，它除了有鱼雷之外，它也可以发射这个从潜舰里面发射出来到空中再点火，这个冷发射上来在空中点火对舰导弹。
那这枚应该是由潜艇发射的，我研判可能是鹰击21之类的对舰攻击导弹，它是超高音速嘛，哈。那证明来讲，解放军它从潜艇发射的这种导弹可以攻击你水面上的这个舰艇，哈，而且是那你看超高音速打下来，那动力加速度来讲的话，要击沉一艘军舰来讲的话，可能是不是很难的事情，而是极有可能的事情。所以这时候我们也看到解放军放出这段影片，表示他有这能力做。最后我讲一下哈，他讲的这个日本的这个电石炮，你知道40毫米有多大？你知道吗？我跟各位讲哈，各位就知道这真的军盲。我告诉各位，就跟这个杯子一样大。你像跟这个杯子一样大的炮弹，怎么去打成一艘航空母舰呢？40公里，你量量看嘛。所以说日本也是一大堆军盲了，光只会在那边讲这些风凉话，那根本就不懂实务经验。来，海清哥是上个礼拜五啊，就12月5号呢，这个每天下午的这个大陆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当中啊，很多天第一次出现说高市早苗的大名没有出现在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跟记者的问答之中。那其实该说的话，大陆该提的诉求，该提的对高市早苗的要求也都提了。那高市早苗到目前为止是没有打算去做嘛，所以也可以说，然后周末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辽宁舰的这个战斗机的这个跟大陆跟日本的这个F-15的这个互相雷达射击的照射的事件。那感觉也就是说，这个外交语言的结束啊，可以说开启了这个军事语言的交锋的这个开端。那我想，如果再联系到这一阵子啊，就说大陆的媒体也好，或学术界也好，开始针对琉球悬案，就是当年清末日本兼并琉球，然后以及在这个1972年，美国又把这个琉球这个冲绳这个列岛的这个行政管理权交还给日本这一系列历史悬案的探讨，我想这一次发生在这个宫古海域以东、宫古海峡以东，或者是按日本说的更具体啊，日本就说这次事件就发生在冲绳本岛东南方向的海域上。那这件事情，我想结合我们刚刚说的地缘政治的因素、台日之间的这个关系的因素，加上这个历史悬案的纷争啊，我想这会给日本各界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长期的印象。同时，我想也就是这一次从日本有事、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风波以来，高市早苗要开始去领教到日本在介入这一次事态之后呢，真正开始要去付出的一些真实的政治的成本。那特别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最近日本媒体也开始爆出这个日本对于美国到目前为止没有给予高市早苗足够的支持，感到颇为失望。前一阵子是《华尔街日报》第一个爆出来，那这2天周刊文春跟这个英国的 FT 跟这个《金融时报》都报道了类似的信息。那究竟如果日本再跟中国大陆硬扛下去的话，美国 Trump 上一次跟高市早苗打电话的时候已经做了一些管控的动作，但现在大陆觉得这个美国你没有做到位，而且日本也没有准备改，那大陆进一步的去增加军事施压的力道，其实就犹如2012年日本搞钓鱼岛国有化之后，大陆开始对钓鱼岛进行这个例行的巡航，一直到今天没有中断。2022年佩洛西来台湾之后呢，大陆也没收了这个所谓海峡的中线，然后海空的力量不断的到台海中线以东来飞行跟航行。那这一次这个发生在冲绳群岛周边公海海域的这个事态，未来会不会更加常态化的出现？我觉得我们也都可以继续观察。对，那也持续观察呢。还有是刚刚其实杨老师在前面就先提到了有关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讨论因为确实现在这个安全战略报告呢，也被形容说盟友现在很担心了，看到之后我觉得不妙了。东京的这个名誉教授呢就有提到说，因为呢这个高市早苗他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他认为呢这是动摇东亚的秩序，那也说这样的行为已经是粗暴挑衅，主张他应该要被停职。那偏偏呢现在《纽约时报》也分析说，我们看到美国新版的国安战略报告当中呢，其实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民主靠边，利益至上。这当然也很符合大家对于川普的这个印象因为在里头呢就强调说，盟友跟伙伴都必须要结束搭便车的行为，他们都要承担所在地区的主要国防责任。美国就是要避免陷入代价
太大的永久战争，也要避免区域冲突变成是全球战争。总体来讲，淡化恐怖主义的威胁，那也就是利益至上的原则。经济学人更分析说呢，川普在这个报告书当中提到了美国要再次强大，而且呢受到尊重，因此呢在全世界要缔造和平。这样的说法呢就被盟邦视作是脱离现实的一个妄想哦。而且呢他更直言说呢，这好像是自相矛盾，一团混乱，可能会导致说盟邦恐慌，而反而独裁政权暗袭，也导致全球地缘格局的巨变。尤其当中你就看到说呢，在这个战略当中，希望日韩要加大防卫费用，所以韩媒很担心，因为他们说韩国现在正奉行务实外交的政策，也要努力的和中国维持稳定的关系，因为他们很担心说呢，有些和安全有关的行动可能会触发和中国发生摩擦。那当然另一面就是日本啊，现在确实中日关系的紧张之下可是美军的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呢却提到说，中国确实正在全球的范围内都有竞争，那大规模建立作战能力，这就像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讲的，美军有责任要为国家确保自由印太地区。不过美国这个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呢就提到说，美国在印太区的贺阻不是为了要支配中国，他只是想要确保中国没有办法主宰美国或是美国的盟友。但是中日现在紧张之际中国国防部却宣布说，很刚好中俄两军在12月上旬呢就要进行第3次的飞弹联合演习了。在上一回能够进行这样的飞弹联合演习是在2017年了，也就是说呢，现在时间已经相隔了8年。而中国大陆国防部就提到说，这个联合演习不是针对谁，这也和当前的局势没有关系。不过当然呢，现在美军呢也看到了这样的状况嘛，所以在印太地区的布局呢，美军无人舰呢就说现在要建立合作，因为呢他们接下来将要全面的整合接入 C2 全球直管网他们说这些小型的无人舰将会成为美军跨军种都可以共享的全球管制 C2 资产。不过这样子有用吗？因为呢现在有很尴尬，说美军呢有这个高价的无人艇研发计划，确实在近期接连受挫，尤其呢还会发生说像是无人艇失控翻船通信中断等等这些严重的问题那另一部分呢，现在赫格塞斯自己呢也是面临到逼宫的压力他有很多的丑闻连环爆嘛，所以呢新美国安全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呢就分析认为说，他自己现在也是如履薄冰啦，因为呢明明是身为国防部长，可是他正在为川普制造更多的头痛难题。那如果事态发展的话呢，很可能他就会被调走了。好，我们先请教杨老师怎么看说，当然现在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盟友们现在是不是也很紧张？川普上来之后，快1年写出了这一份国家安全战略这个文件，也可以这样是一个报告。其实美国的总统就一任只做这么一份报告。拜登是在22年，川普是在这个18年，所以他们其实这4年就代表着这份报告具有相当的一个指导的效用。因为各个部会都会写，这不是国防部的，这是由国安会、由白宫，然后呢是川普签字发出去的。这2天我把这个29页的从头看到尾，我今天也在联合报写了一篇专栏，基本上是一个让人觉得很混乱的作文，前后的概念很复杂，然后连结不高，但是呢，它代表了一个现象，也就是美国现在面临到的这个国际的战略环境大不如前。换言之，其实美国的国力在缩水，然后呢，他在如何的去弹性的因应，也要求他的盟邦也要开始担负起责任，不是只有担负责任，这个责任也要去移转。所以你看到，其实这里面的许多的概念，第一个核心的是美国优先，而这个美国优先在这个报告里面被极度的放大，甚至没有定义，而且特别可能无限的扩张。第二个呢，如果跟我们比较有关的，那就是中美体制，也就是川普这一阵喜欢讲的中美基兔2强体制，这个在这个报告里面得到确认。因为他这个报告怎么一开始就说，美国不再做世界警察了，美国放弃了所谓的这个国际自由秩序，
全球秩序由美国来负担，这个过去是个错误的。那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以及自由贸易反而是掏空了美国的工业基础，所以他就要改，因此呢，要守住自己在西方的这个势力范围。那可是怎么定义西方？其实它比较局限在北美到南美，就新的21世纪的门罗主义出来了。那至于他对欧洲算不算西方呢？日本算不算西方呢？名义上是，可是呢，他对欧洲是强力的批判。那他对日本跟韩国呢？你们要增加军费，那台湾这边的这个整个防卫啊，你们要参与。在这份报告跟上一次川普1的报告当中，那对台湾是提到了就是比较强硬的这个就是说用词比较复杂。一开始他就说战略模糊，另外一方面又要日本这个美军会在这边设立来嚇阻军事侵略。可是实际上呢，我觉得他根本只是在保护美国自己在这个区域的利益，因为他知道全世界的经济市场有65%都在这个就是西太平洋这边，那美国这边利益当然就很重要。所以呢，维持美军要盟邦担负起责任，然后呢，避免军事的发生，就避免单方的改变现状。各位提醒大家他的第一份上一任的时候，他写的是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而这一次他写的是不支持单方改变台海现状。这个词汇的这种差别很奥妙。那可是呢，另外一方面呢，他又希望第一岛链你要自己自救啊，然后呢，台湾要加钱呢，因为他又特别说台湾要增加的这个军费啊，这个军备啊，所以我们大家就觉得说，其实他是在维护他自己的利益，也就是他的美国优先，然后要大家分担，然后呢共同支持他，但他有没有做承诺？他没有做任何的承诺。因为他知道现在跟中美之间的这个竞争，他说要跟中国大陆维持良好的互利经济关系，那你就很了解，其实一切现在看起来的都是美国。有人会说了，这只是一份作文，那川普也可能只有3年，可是各位，这个就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变化，国际权力结构的改变，尤其是中美之间这种权力移转的现象是现在进行式。对，因为这个其实大家非常紧张来理解。我先说明一下，国家安全不是很狭义的只有讲军事，而是很广泛的譬如说它包括到整个国家的经贸也包括在里面，包括到地缘政治也包括在里面甚至于说国内的自己政治。所以这次来讲，像美国来讲，他们现在慢慢比较偏重自己国内的政治方面，譬如它的移民政策啦它的这种宗教政策啦等等，在这个都包括在里面。所以这次他这个国家安全报告里面有一个人做了修饰，谁呢？贝森特。为什么贝森特？他是财经的，那财经跟国家安全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现在要跟中国做生意嘛。如果说是对中国措辞严重的话，那当然影响到他的财政。那影响到财政来讲的话，当然影响到国家尔后的收入财政，那当然影响到国家安全。当然军事也是其中一部分。我特别要强调，一个国家安全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就像是一张桌子的好几只脚把这张桌子撑起来，包括到它的经贸，包括它地缘政治，包括到它的军事但是军事里面又在细分下面什么？就是你后面讲的那种武器，就是说你国家战略必须要靠来指导军事的一个政策，那军事的政策来指导你武器的发展的一个方向那如果说像美国现在来讲，它这个慢慢转向自己国内来讲的话，结合它自己的国内的财政，那以国内美国自己为优先，所以它为了防止这个解放军对它的攻击，或者俄罗斯对它的导弹攻击，它要设立金熊计划但现在很遗憾的，你知道美国现在出在什么问题？就我刚刚讲的如果说你安全来讲，其中一环是军事，军事下面有一个支撑的力量是你的武器。现在美国武器发展的很糟糕因为我们现在就讲说，它的无人艇已经到现在为止失控这个实验失败。另外来讲，我们看到美国6代机到现在它的这个FX 到47到现在只流于说是传言，还没看到实体化另外来讲的话，在无人载具方面也远远落后于中国一大截。当你的这些武器抵不上中国，那
在军事方面你就没办法跟中国，你不能说我有很好的军事构想，我有很好的地缘政治的想法，可是你的武器没办法支持你做到这种程度。所以我认为美国这次的安全报告很明显的，他已经在做战略后缩，因为他财政现在没办法支撑他当一个全球警察，所以他要这个包括欧洲来讲，自己要负起自己的防卫责任，你们自己要将你的国防预算提升到 GDP 的5%。另外来讲的话，在亚洲这边，他也要求日本要负起这个责任。但是我觉得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们讲修习里德陷阱，也就是说，一个新兴强权上来的时候，另外一个旧有的强权一定会将它打压下去。那我现在很担心的是，这个美国假设我们认为美国是一个既有的强权，那中国是新兴强权，这两个新兴强权按照修习里德陷阱的理论来讲的话，双方势必打一仗。那这一仗有可能在什么时候打？我觉得日本会不会高市早苗就挑起这场战火？在这个时候，你看我们刚刚上一节所讨论的这个宫古海峡那边，他 F-35过来要拦截他的航母战斗群，那双方会不会因此而擦枪走火？那不只是日本有这个想法，但是你包括到韩国，现在李在明就很聪明，他马上就说，他置身事外，要当一个和事佬。所以各国来讲都在为自己国家做安全打算，但是很遗憾的，高市早苗在这个时候，他如果不赶快将这言论收回去，他自己将自己的国内这个民粹的情绪也已经烧起来了。那现在中国也将这个情绪烧起来了，那我很担心的，会不会在这个时候，以前大家都可以相安无事，在这时候，不管是第一岛链，我们刚刚看到宫古海峡，昨天以前是钓鱼台在那边发生。所谓的这个日本的有一艘这个小钓鱼船这个跑进去钓鱼台那边，想要这边闹事，被中国海警赶走。那今天又发生昨天还只是一个海警船跟钓鱼船，今天发生的是航空母舰。那明天会发生什么更大的冲突？实在是让我们很担心。来，何庆哥。是这2天这个国家安全文件出来之后，我想大家都非常关注他怎么表述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以及怎么样看待台湾。那其实跟2017年就是说 Trump 第一次当美国总统的时候呢，那时候 Trump 政府第一届的国安报告相比，那个时候对大陆的措辞是非常严峻的。那时候美国当时的川普政府把这个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并称为 revisionist power， 就所谓的修正主义的强权，指责他们是要去挑战美国所主导的战后秩序，要去改变全球的价值观，跟美国做价值观对抗竞争。那这一次呢，其实这个侧重点调整了很多，对于中国大陆的种种的指责其实主要是拉到经贸层次包括什么对美国的这个还有全球国家进行所谓的掠夺性的这个倾销甚至是一些对关键原物料可能要对美国卡脖子但反而在战略对抗跟价值观竞争这一方面，这个调门降下去了非常多。所以其实这一份报告它的核心的精神，也就是说，美国要跟过去由这个两党的外交战略基金所主导的这种过度投射美国国力的外交传统一刀两断要搞美国优先。它里面明言就承认说，美国没有办法同等的去对全球所有的地缘热点、所有的区域投以同等的关注。如果所有的问题都是重点的话，那对不起，这就表示没有重点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美国非常强调说，过去的地缘政治精英美国的战略就不管是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都常常被尾巴咬狗，被美国自己的盟友跟同伴设计，并且拖进一场不是以美国利益为核心，而是以他们的利益为核心的冲突跟战争之中，然后过度的去浪费美国的军费还有纳税人的钱，排挤了美国国内的投资跟建设。那这种方式，川普这一届政府不能让它再发生。第三个很有意思的点呢，是他承认大国的特权，当然他文件里面没有用 privilege， 没有用特权这个字但他说大国因其规模、财富与力量而拥有更大的影响力，是国际关系当中永恒不变的事实。那我想这也可以跟这将近1年来川普对待中国大陆，他用 G2 这个名词来表述，对待俄罗斯还有在俄乌之间斡旋的时候，他不断的要求 Zelensky 要去接受俄罗斯的一些条款跟条件，包括领土的诉求，他就说理由就是因为你们是大国跟小国俄罗斯跟乌克兰，你的体量、你的能力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乌克兰要去接受这个现实。那这一次他也白纸黑字的写出来了。最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我看到就是说美国的两面性。所以一方面呢，他说这个美国要放弃对全世界推销民主不再强求那些历史文化跟西方不一样的国家去接受美式的制度，同时呢，美国还愿意跟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他说了，这不是虚伪，也不是不一致这是一个美国的追求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做法。但与此同时，他还鼓励说，如果我们的友邦、我们的小伙伴愿意去跟这些人对抗，那
只要你不把美国拖进一场战争里面，那你们去多对抗，多买美国的军购，那我也可以表示支持。那这中间以后包括像台湾啊、日本啊、韩国啊或者菲律宾啊这些夹在两强之间的这些行为者要怎么去处理？那我想考验着大家的智慧。